今天呢，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份梅花易数的资料。这份指南看起来确实挺全面的，从基础概念到怎么实际操作，好像都讲了。对，内容是不少。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把它捋清楚，看看核心的东西是啥，最实用的方法有哪些。好，他开头就说啊，这个梅花易数更像是一种古人总结的生活观察工具，对，他强调的是观察。就是教我们怎么通过留意身边一些很普通的东西，像数字啊、声音呐、颜色什么的，来理解周易的智慧，甚至把握点事情的趋势。把日常现象和义理联系起来。听起来是一种挺有意思的思维方式，是吧？把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看。没错，它核心就是这个联系。那行，咱们今天就一块儿钻研一下，把这份指南里的关键规则和精华给提炼出来，让你搞明白它到底怎么运作的。没问题，我通读了这份指南，它首先强调了3个入门的基础，可以说是理解梅花易数的敲门砖吧。哪3个？八卦、五行，还有卦气旺衰。指南里还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像学做菜。哦，做菜。对，你得先认识食材，就是八卦和五行，然后呢，还要掌握火候，也就是那个卦气旺衰。哈哈，这个比喻挺形象。八卦，八卦就是8个基本的符号，它们是构成所有卦象的基础单位。指南里特别列了它们的先天卦数，这个很重要。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这个顺序和数字后面要用，对吧？对，后面的计算，不管是定卦还是算别的，都离不开这个基础数字。我看指南里还有一些记符号的口诀，挺有用的，像什么乾3连，坤6断啊，对，离中虚，坎中满，还用了生活化的比喻，说离中虚就像火焰中间是空的，坎中满像水往中间聚。是的，这种联想记忆法确实能帮着快点记住这些抽象符号。但更重要的是，指南强调了每个卦象征的东西，这个范围很广。比如呢？比如说，他提到乾卦不光代表天，也代表老人，还有圆形的金属，像硬币什么的。坤卦代表地、母亲，还有方形的厚重的东西。离卦代表火，中年女性，红色的发光体。坎卦代表水，中年男性，黑色的液体等等。了解这些象征，才能把卦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吗？没错，不然你得到一个卦，不知道它可能对应什么现实事物，那就没法解读了。好，这是第一个基础，八卦。那第2个食材，五行呢？金木水火土。指南好像说这个是判断吉凶的核心，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真的。指南花了好多篇幅讲这个。五行相生和相克。相生就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比如水生木，水滋养树木嘛；木生火，木头烧了能生火，一般代表顺利有好处。这个好理解。相克呢，就是相互制约、相互克制，比如金克木，斧头砍树；水克火，水能灭火，一般就代表有阻碍，不太顺。指南里都是用这种很生活的例子解释的。很直观。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指南特别强调要把八卦和五行对应起来。怎么对应？他列了出来，乾和兑这2个卦属金，震和巽属木，坎属水，离属火，坤和艮属土。这个得记住。对，这个对应关系必须记牢，这样你看到任何一个卦，马上就能知道它五行属什么，然后才能分析它跟别的卦之间是生还是克。这真的是解卦的基础连接点。明白了，八卦、五行都清楚了。那第3个基础，火候，卦气旺衰是怎么回事儿？卦气旺衰，只能打的比方也挺好懂，就像咱们人，天冷了要多穿点，天热了少穿点，对吧？卦的能量或者说它的气，也不是一年到头都一样的，它会随着季节变化，有强有弱。像能练的旺季、淡季。可以这么理解。简单说规则就是，春天的时候，木属性的卦震和巽能量最旺；夏天呢，火属性的卦离最旺；秋天是金乾兑，冬天是水坎。
那土呢？土是在每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最旺，就是辰戌丑未这4个月。这时候土属性的卦，坤卦、艮卦能量最强。所以同一个卦，比如说正卦，它是属木的，那它在春天占到力量就特别足。对，它生别人或者克别人的力量就大。那要是在秋天占到正卦呢？秋天是金旺母衰，那它的力量就弱了。可能他想去生火，力量不够，或者想去克土，也克不动。反过来，秋天金旺，金克木，它还可能被克得很厉害。哦，明白了。这个旺衰会影响生克的结果，非常影响。它让整个判断更加细致和动态，不是死的规矩。好的，八卦、五行、旺衰这3个基础像是解读梅花易数的密码本儿。那接下来指南里介绍的起卦方法，我看五花八门的，时间呐、数字啊、声音呐、字儿啊，对，方法很多。是不是有什么核心的计算规则是通用的？我好像看到指南特别强调了2个除法。你抓到重点了。对，指南把计算规则总结得非常简洁，核心就是2个除法：卦以8除和爻以6除。卦以8除，爻以6除。掌握了这2个，基本上各种奇怪方法，不管表面多花哨，内核计算都能搞定了。那先说卦以8除，这是干嘛的？这是用来定上卦和下卦的。规则特别简单，用你观察到的那个数字，比如东西的数量、书的页码、字的笔画数什么的，去除以8。除以8。看余数，余数是1，就对应先天卦数里的乾卦；余数是2，就是兑卦。以此类推，余数是7，就是艮卦。那要是正好整除，或者余数是8呢？都算成8，对应坤卦。明白了。指南里举了例子，比如你看到桌上有5个苹果，5除以8，余数是5，那就是巽卦。你听到有人敲了10下门，10除以8，余数是2，那就是兑卦。确实很直接。好，这是用8除法定卦。那爻以6除呢？这个又是算什么的？爻以6除是用来确定动摇的。动摇？对，动摇就是一个卦里面，它不是有6条线吗？动摇就是指哪一条线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点往往揭示了事情发展的关键或者未来的趋势。哦，那怎么算？计算方法是把起卦冷的所有相关数字加起来，比如说你用了上卦对应的数字、下卦对应的数字，还有当时的时辰数字，把它们加一块儿得到一个总和。用这个总和去除以6，看余数。余数是1，就代表最下面那条爻，也就是初爻动了。余数是2，就是第2爻动。以此类推，余5就是第5爻动。那要是整除或者余数是6呢？都算成第6爻动，也就是最上面那条爻叫上爻。这个动摇有什么意义？指南里好像说它会产生一个变卦。没错，当一个爻变动的时候，它的性质会反转，就是说阳爻一根长线会变成阴爻2根短线，阴爻会变成阳爻。哦，这样一来，原来的那个卦叫主卦或本卦，就因为这一条爻的变化，变成了另一个新的卦。这个新卦就叫变卦。变卦代表什么？指南里说，变卦通常预示着事情最终的结果，或者说变化之后的状态。举个例子。比如你起卦用的数字加起来总和是14，14除以6，商是2，余数是2，那就表示这个卦的第2爻动了。如果总和是18，18除以6正好整除，余数是0，就算6，那就是第6爻上爻动了。这个动摇和变卦看来对深入解读很重要。非常重要，它提供了动态变化的信息。指南里还提到了一个互卦的概念，说是能揭示中间过程或隐藏信息，这个听起来稍微复杂点儿。互卦，确实是稍微进阶一点的分析工具。怎么弄呢？指南里的方法是这样的，你先得到主卦本卦，对吧？然后把这个主卦最下面那条爻初爻和最上面那条爻上爻去掉，不用管它们，去掉头尾。对，剩下中间的4条爻，就是第2、3、4、5爻，
然后用这4条爻重新组合成2个3爻的卦。怎么组合？用第2、3、4这3条爻组成一个新的下卦，用第3、4、5这3条爻组成一个新的上卦。这2个新组成的卦合在一起就是互卦。哦，它的作用按照指南的说法，是帮助我们看到事情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中间环节，或者一些不太明显的隐藏的因素。有没有什么特例？有，指南提到，如果主卦是纯粹的乾卦6条阳爻，或者纯粹的坤卦6条阴爻，这种情况就没有互卦，直接看主卦和变卦就行了。咱们用指南里的例子快速过一下，比如那个火地晋卦。好，火地晋上面是离卦，下面是坤卦。我们去掉初爻坤的最下面一爻和上爻离的最上面一爻，剩下中间4爻。用2、3、4爻组成新的下卦，这是艮卦。下户是艮。再用3、4、5爻组成新的上卦，这是坎卦。上户是坎，所以火地晋的互卦就是水山蹇。对，就是水山蹇卦。你看，进是前进的意思，但它的互卦是蹇，是困难、跛脚难行的意思，这就可能暗示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其实藏着一些困难和阻碍。哦，这么一看，互卦确实能提供额外的信息。是的，让分析更立体。好的，那我们现在掌握了八卦、五行、旺衰这3个基础，还有卦以8除、爻以6除这2个核心计算，再加上互卦和变卦的概念，好像分析的基本框架就有了。差不多是的。接下来看看指南里介绍的那些生活中的具体起卦方法，它好像特别推崇那个时间站。对，指南把时间站放在很突出的位置，因为它最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你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工具，只要知道当前时间就行。那具体怎么操作？就是用你起卦那一刻的农历年、月、日、时信息。农历？对，指南强调用农历，年份呢用地支的序数，比如子年算1，丑年算2，亥年算12。月份就用农历的月份数，1月到12月。日数也用农历的日数，初1到30。时辰也用地支序数，子时1，丑时2，亥时12。好，拿到这4个数字之后呢？然后把年月日这3个数的和加起来，去除以8，得到的余数就是上卦。年月日和除去8，余数顶上卦。对，然后再把刚才那个和加上时辰的数，得到一个总和，年 plus 月 plus 日 plus 时。这个总和再取除以8，得到的余数就是下卦。总和除以8，余数定上卦。最后还是用这个总和年 plus 月 plus 日 plus 时去除以6，得到的余数就是动爻。总和除以6，余数定动爻。明白了。指南里举了个例子，挺清楚的。比如说农历羊年未年，地支序数是8，5月就是5，30日就是30，辰时地支序数是5。好，数字是8、5、30、5。先算上卦，8 plus 5 plus 30等于43，43除以8，商是5，余数是3，3对应的是离卦，所以上卦是离。上卦离。再算下卦，43加5等于48，48除以8，商是6，正好整除，余数是0，余0算8，对应坤卦，所以下卦是坤。下卦坤，主卦就是火地晋。对，最后算动爻，还是用总和48，48除以6，商是8，正好整除，余数是0，余0算6，所以是第6爻，也就是上爻动。好的，所以这个时间点起卦得到的是火地晋卦上爻动。没错，你看，用这个方法，任何一个时间点，你都能立刻起出一个卦来，确实方便。这个是方便。指南里还提了物数赞，用看到的物品数量起卦，这个也挺直观的。物数赞也很常用，规则是物品的数量除以8，余数定上卦。
物品数定上卦，然后用占卜那个时候的时辰序数除以8，余数定下卦。时辰数定下卦，最后把物品数 plus 时辰数加起来，得到的和除以6，余数定动摇。物品数加时辰数，和除以6定动摇。指南里有个例子，看到6个橘子，当时是50，50地支序数是7。好，数是6，时辰是7。上卦6除以8，余数是6，6对应坎卦。上卦坎。下卦7除以8，余数是7，7对应艮卦。下卦艮，主卦水山简。动摇，6 plus 7等于13，13除以6，商是2，余数是1，余1就是出爻动。所以是水山简卦出爻动。对。我注意到指南后面紧跟着就用了一个叫体用的逻辑来解读这个例子。他说下卦根土没动是体，代表自己；上卦坎水动了是用，代表橘子。然后说体克用，因为土克水嘛，表示自己能掌控这个橘子，所以适合吃。这个体用的解读逻辑好像是解卦的关键了。没错，你直接点到核心了。指南后面讲怎么解卦，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体用逻辑。体用，对，首先要区分，在一个主卦里哪部分代表体，也就是代表自己本体或者事情的核心，哪部分代表用，代表对方外界影响或者所站问的事情本身。怎么区分呢？规则很简单，看动摇在哪儿。动摇在哪一卦，上卦或下卦，那一卦就是用卦；没有动摇的那一卦就是体卦。不动的为体，动的为用。对，区分了体用之后，就看体卦和用卦的五行属性，分析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这就是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那具体怎么判断吉凶？指南里是怎么归纳的？指南总结了5种基本的关系和对应的吉凶判断。第一种也是最好的，叫用生体，就是用卦来生体卦。比如体卦属木，用卦属水，水生木，这表示外界来帮助我，对我有利，事情容易成功，能得到好处。用生体吉。第二种叫体克用，体卦克用卦，比如体卦属土，用卦属水，土克水，这也是吉利的，表示我能够掌控局面，能够克服困难，事情能办成。体克用也吉。第三种叫体用比合，就是体卦和用卦的五行属性相同，比如都属木或者都属金，这也是吉利的，代表和谐、顺利、合作愉快，事情能平稳进行。比合也吉。第四种叫体生用，体卦去生用卦，比如体卦属木，用卦属火，木生火，这种情况指南说是有消耗。消耗？对，表示我要付出努力、精力或者资源去促成这件事情，或者去应对外界，不一定就是凶，但意味着有付出、有代价，可能事情能办成，但是比较辛苦或者有所损失。体生用，平或者有点小修，看情况。可以这么理解。最后一种最不好的叫用克体，用卦来克体卦，比如体卦属木，用卦属金，金克木，这是最凶的。表示外界环境或者所暂问的事情对我非常不利，有很大的阻碍、困难，甚至会有损失、失败的风险。用克体凶，这5种关系就是核心判断依据了。是的，但指南还强调，不能只看主卦这一步。还要看什么？还要结合前面算出来的互卦和变卦来综合判断。互卦看中间过程，变卦看最终结果。对，比如说主卦的体用关系很好，是用生体大吉，但是一看互卦体用关系是相克的，那可能就意味着这事儿虽然结果好，但中间过程会遇到波折麻烦。再比如主卦是凶的，用克体，但是变卦变了之后，那个卦的体用关系变成相生的了，那就可能预示着事情一开始很难，但最终能够转化，结果还是好的，先难后易。
这样一来，整个分析就更全面了。从起卦到定体用，看生克，再结合互卦变卦，流程清晰多了。是的，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指南里除了时间占、物数占，还提到了声音占、字占，甚至还有观察人的状态，比如穿什么颜色衣服、哪个部位动了什么的，叫为人占。对，这些不同的方法，最终是不是都要落到这个体用生克的分析框架里来？正是如此。不同的起卦方法只是，怎么说呢？捕捉信息或者叫取象的方式不同。有的用时间，有的用数字，有的用声音次数，有的看字的结构笔画，有的直接观察人的外在表现。比如声音占，就是用听到的声音次数除以8定上卦，时辰数除以8定下卦，两者之和除以6定动摇。明白。字占呢，方法多一点，比如好几个字可以看字数，偶数就平分，前半部分字数定上卦，后半部分定下卦，奇数就让上卦少一个字，下卦多一个字。如果只有一个字，比如一个楷书字，可以看左右结构，左边笔画数定上卦，右边笔画数定下卦，总笔画数加时辰定动摇，挺灵活的。为人占就更看观察力了。看到对方穿红衣服，红色对应离卦；看到对方头在动，头对应拿个圆形的东西，圆对应方的对应乾卦等等。指南提供了很多途径，让你能根据当时最方便、最直接的那个信息来起卦，但最终的分析逻辑都是一样的。了解了。在指南的最后，他还特别强调了几个注意事项，或者说是禁忌。对，提了3点。指南称之为3步测，目的是为了保证占卜的严肃性和他认为的准确性吧。哪3步测？第一是不成不测，就是说你心里不相信，或者抱着玩闹试试看的态度随便问问，那结果就不准，得心诚。心诚则灵的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第二是无事不测，就是你没啥具体想问的事儿，就是闲着没事儿瞎起一卦，那得到的信息可能是混乱的，没有针对性，都有具体的问题，有的放矢。对。第三是重卦不测，就是同一件事儿，你刚占过一次，得到结果了，心里不踏实或者不满意，短时间里又反复去问。指南说这样不行，要以第一次占的结果为准，反复问会干扰信息，就不准了。一事不二占。这3点其实是在提醒使用者要用一种比较认真专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方法，它不是个随便玩的游戏。明白了。所以我们通览你分享的这份指南，可以总结出梅花易数的几个关键点。首先，它是一种基于周易智慧的观察和联系方法。对，强调观察和联系，核心在于掌握八卦、五行、旺衰这3个基础知识。这是食材和火候。计算上主要靠卦以8除定上下卦，爻以6除定动摇，这是核心算法。起卦方式很灵活，可以用时间、物品数量、声音、文字，甚至观察人来进行。取象方法多样。解读的时候，关键是区分体卦和用卦，分析它们之间的五行生克关系，并且要结合互卦看过程，变卦看结果。这是核心逻辑，体用生克。最后还要注意心诚，有事不重复占测。对，这是使用的前提。它好像是鼓励我们去留意生活中的各种细节，然后尝试用一种新的框架去理解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和预示。是的。正如指南最后说的，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当下的状态和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帮助我们思考和做选择，而不是告诉你一个定死的命运。这个总结很到位。指南的核心思想确实是这样，他把周易里那些比较抽象的原理，通过非常具体的你身边随处可见的东西，比如数字、声音、时间这些，给落地了。但关键在于，不能只停留在算数字、看符号，一定要把卦象，也就是那个数，和现实中的逻辑、道理，也就是理，结合起来思考，数理结合。
数理结合这个很重要。哎，对了，这份指南反复强调要捕捉当下的信号，声音呀、数字啊、偶然看到的景象。对，强调及时性。这里就引申出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琢磨一下。好啊，你说。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有意识地去留意这些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好像挺随机的信息，比如说突然听到的几声鸟叫，或者瞟到一眼的车牌号，就算我们不去做哪个正式的起卦推演，单单是这种就是增强了的观察习惯本身，会不会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感知生活中各种联系和模式的能力了呢？哦，你是说这种观察训练本身就有价值？对，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这可能是这份指南除了教方法之外，带给我们的另一种启发吧？你觉得呢？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确实，专注当下，留意细节，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也许理解模式和联系的能力，真的会因此提高，值得思考。好了，关于你分享的这份梅花艺术指南呢，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希望这次梳理能帮你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它的精髓吧。收获很大，清晰多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再见。